好，各位伙伴，大家好。中原标准时间9点整到了。今天是2023年11月22号，我们的讲师亚兰已经到线上了，我们欢迎亚兰。时间交给亚兰喽。嗨，大家好。你好。对，我再上一节课，我就可以唱白观音了。对，知道什么是白观音吗？白观音后将哎，对不起对，一开始就稍微冷了一点。然后最近呢，最近因为天气真的冷热相差太大所以就会有一点小感冒的症状。所以呢，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可能有一点鼻塞或有一点沙哑，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一阵子好像大家都感冒的人特别多小弟也跟着大家一起感冒。嘿，好，那今天的题目呢是，你们一定觉得我要讲卡内基，对不对？还是你们一定觉得我是卡内基的讲师其实不是啦，对，其实今天呢挑战的话题是有一点点，会接触到一些实际的例子，是有一些禁忌的。好，那这边我也不方便说谁是谁，反正原则上今天呢，我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例子，我都会用。我有一个朋友，好吧，我有一个朋友，I have a friend，我会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对，I have a friend 碰到什么东西，然后曾经碰过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大家都要懂意思哦。好，那我有一个朋友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好，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他就开车，你知道，开车开一开，那前面刚好有一台机车，然后就开，因为那个机车就开得很慢，然后又很喜欢开在路中间，你知道吗？各位也都知道，对不对？那个马路三宝。对，就是开在路中间，骑在路中间，然后后面载了他的小孩，那个小孩大概是国中生或高中生吧，一个阿上男生阿上，就这样骑。那他因为他骑在路中间，然后他又很慢，那我呢想要超过去，所以我就从他的右边稍微过去一点点。那因为他留的洞很小，所以呢我就，怎么讲到我了？好啦，就是我啦，这时候太假了，就是我。好啦，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要过去，但是因为过去的时候呢，因为可能离他稍微近一点，其实也没有很近啦，就大概稍微靠近一点，你知道？就后来就这样就超过去。我想说这没什么嘛，我从你右边过，对不对？超车来讲，这是标准的超车方式。那刚好前面一个红绿灯停下来，然后那个阿尚呢，就默默的骑机车骑到我的右边，然后骑到我的这个挡风玻璃前面，然后头一直瞪我，就一直赶没车的，对吧？我本来不太想理他嘛，我就停红灯的时候，我就做别的事，看别的地方。可是那个一直瞪着我，不舒服，我真心不舒服。那我就想要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那我就还把车窗摇下来，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吗？然后他就说，你刚刚开车是怎样为什么要离我那么近？你知道你这样开车很危险。我心里想说，我哪有离你很近？我就从你旁边过而已。因为刚好是早上大概7点多一点，然后载我们家女儿去学校上辅导课，暑假的时候，他那时候我整个火就上来了，无名火就上来了。对啊，然后就开始跟他争论，对，就开始跟他争论。那你骑机车骑这么慢，你为什么要骑快车道？为什么要骑在路中间？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我骑路肩关你什么事然后我就越讲越大声，越讲越大声，越讲越大声，讲到整个气起来，然后刚好因为那个红绿灯很久2分钟，讲到两分钟，就是争论到2分钟之后，绿灯一亮，然后就最后跟他讲骑好你的车啦，然后我就砰油门就开了就走，你知道吗？那个开的时候，那整个人是跟那个超级赛亚人一样，这样震怒，然后身上还有一点发抖，怎么会有这么不可理喻的咖呢？对，然后后来我就然后因为刚好离我家也没有很远，然后就提到我的车库里面，还好我没有盛怒的踩着油门去撞别人的车，还有一点理智存在。但是当下整个人是气到发抖，整个人气到不行，然后整个人就很不舒服，因为整个人就是气上来。
那后来等到气消了之后，我事后想想，我跟他吵完之后，我好像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吵赢，你知道，我好像也没有说服他我没有错，然后他好像也没有说服我很危险，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子，然后就发了一顿脾气之后，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你的那早上的那2个小时，整个人就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情绪之中生活。虽然中间也没发生什么事嘛，因为暑假，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吵这个架是为了什么？你会开始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吵这个架？我今天吵这个架，我没有说服他，他也没有讲赢我，然后我惹了一生气，然后问题没解决，我们两个都不满意。对，我就突然想到，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会碰到有类似相关的哦，尤其是在我们那个童军界，童军界你就会发现哦，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奇人异事，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还蛮大的组织，那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奇人异事，看到或听到。那很多有趣的服务员或有个性的服务员，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然后你也会听到很多很多那种为了一件事情在争论，然后两边争吵不下，然后最后就是反目，然后王不见王，然后这边说那个不好，那边说那个不好，然后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有听过，我相信各县市的伙伴在这边的多少都有听到，但是我讲多少是客气，应该常常听到这个不服谁，那个讨厌谁，只要这个人办训练，这2个人就不会同时出现，有他就没我，你就会常常听到这种东西呀、对，但是有时候你去想想这个部分说，我说啊，不就是快乐玩童军吗？为什么要搞到这种深仇大恨？你会觉得这为什么他们都这么的执着跟在意？那后来我有稍微去研究了一下下，我后来发现哦，童军人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质，童军人呢会有一个很执着的，做任何事都很执着，然后都很坚持，很多都这样。但是当你很执着、很认真、很坚持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掉很多很多的事情。好，那我之前因为我今天取的这个题目是卡内基，所以好啦，那至少既然用了他的名字，我们至少要用一些他的一些对于这种我们所谓的人性的一些理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生活周遭是不是都是这样？那于是我大概就有稍微翻了一下了，我不敢说我都是我自己想，我干嘛没有？其实我也有稍微看一下，有一些相关的资料。那我有看过他的一个人性理论，我觉得还蛮符合我们现今人的特质的哦。它里面有提到4点，就是我们人性，就是比较常见的人性，只是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但是我们都没有发现，这常常都是我们的误区跟盲点。好，它的第一条是，无论是谁，都只关心自己。那有人就会不同意，没有啊，像我就没有很自私啊，像我就都很无私这样子哦。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以前我们古代的人讲有一句话讲的还不错，他就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合理化自私这件事，但是有时候你冷静去想一下，我们的人其实都是自私的，只是说自私的程度多还是少。只是说你自私的情况有没有妨害到大家的利益而已，对不对？就像很简单，今天某一个地方发生火灾，某一个地方发生车祸，或者某一个地方发生凶杀案，对你来说可能就是看一个新闻看过了啊，好可怜啊，好残忍，哇，好悲伤，哇，好痛苦，哇完之后隔天睡个觉就忘了。
为什么？因为那不关我的事。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对对对，因为事不关己。那你当然，我们人都会有情绪。如果说看到这个都没反应，我说的难听一点，那你确定你是人吗？好不好？人看到这些东西多少都有反应，但是这样的反应不会让你持续到很久很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人基本上都只关心自己的事。你会去关心我今天早上想要穿什么？你会去关心我今天午餐要吃什么？你会去关心你们家小狗今天洗澡了没？你会去关心你们家的小孩今天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乖？你就会发现，你关心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都跟自己有关。对，那我们今天不是说，啊没有啊，那有些人做事情就很大公无私啊。哦，那但是他的那个大公无私，有的时候做事情，那是因为不是因为说他真的不自私，而是因为那是他的职责所在。你可以说他有责任，对，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但是你不能说他不是自私的人。哦，我这样讲听起来有点吊诡，好，但是其实我必须说啦，你必须要正视一下我们人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其实都会只关心自己或自己周遭生活的事，这是人性的第一个基本论点。好，那第二个，无论是谁，不管是谁，好，这一点也就是很多的同军人之所以会产生所谓的争执、争论，甚至争吵的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好，那卡内基点到了第二个重点，他说，无论是谁，都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好，所以我这边讲个例子啊，你知道我们教育界那种光怪陆离的事情其实还蛮多嘛。好，那我举个例子，好，那我有一个朋友，对，这个时候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好，那他有一个同事，好这边我看一下，好像没有人认识他，好，可以，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同事，好，他就是说，像他们教室，对，然后他们教室就是小朋友可能比较顽皮或干嘛，他就是很喜欢去推那个门，你知道，推拉那个门。整个那个推拉，那小朋友可能也因为在推拉那个过程中，常常有人受伤、被夹到或干嘛，啪啪啪啪。好，那他就觉得说跟你们讲半天，你都讲不听。好，这个时候呢，他就想了一个绝招，对，然后他就请学校把那个门拆掉，他就喜欢把那个门拆掉。但你知道吗？你现在的老师的管教方式当然已经都不能用打的了啦。好，那现在的老师管教方式，说实在的，现在老师对于管教学生这件事情，其实蛮无力的地方就在于很多东西都被绑手绑脚绑住了。好，那他今天把门拆掉这件事看起来好像好，既然这么危险，我就把门拆掉。但是他可能就是忽略掉了一个重点，就是你的这个处罚有没有符合所谓的比例原则？你因为这两个同学挨完门，所以你把门拆掉了。那教室的这些同学，其他的同学，万一教室需要开冷气的时候，你把门拆掉，冷气怎么办？好，万一你把门拆掉了，别人进出你的教室偷东西怎么办？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再来的话，就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把门拆完之后，学生回去跟家长讲，那家长听到的观感会是什么？他可能有忽略掉这些事情。好了，那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同学的我的这个朋友的同事，然后他就很好心的去跟他讲这些东西，那他都不觉得这个有问题，他觉得说，我管教学生啊，我也没有体罚，我也没有干嘛，然后他讲了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合理化他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我们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都会顺着自己的逻辑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然后他不会去注意到说他做的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妥，因为他认定这个东西是对的，而且我们人很容易会深陷这样的问题。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在做童军在做团务的时候，
就是当可能团长或是副团长，他可能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他可能跟大家说，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下面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好，如果说这个团长他是能够主动避开这样的误区的话，他可能就会去听这个人的想法或意见，然后他可能会去思考，然后会去转化。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种人，就是他很自信的提出了他的观点，但是呢，这个时候台下只要有人举手，不要说反对了，就是提出不同观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表情就会开始变。然后这时候第二个人在提出跟下面这个人相同观点的时候，他的脸色就会开始不好看。然后接下来就会开始反驳，你们这样不行，我这样才对，你们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下面又提出了，你这样子不行，然后两边就会开始争论。好，那争论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没有结果，然后两边 keep 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人性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不管是谁，尤其是成人，他会有一个自己自身的一个既定的价值观。然后因为这个既定的观念，他坚信他的想法跟做法是正确的，所以当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就算他会接受，那个当下他也无法接受，因为他的这个想法跟做法，相信已经在他脑袋里面酝酿很久，他怎么想都觉得这是个完美的做法，他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甚至于跟他完全不同的意见，然后还会去质疑他的一些方法。好，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在那当下，他可能无法接受，然后到时候就会变成无意义的争论。OK， 好，那因为他的第二点是，无论是谁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好，顺着这个逻辑呢，他就提出了第三个人性的重点。他说，即使你和他人争辩，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对不对？因为既然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所以你在那个点上跟他争辩，也没有任何好处。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们之前那个每次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那个政论谈话性的节目，然后每次那个名嘴都会吐这一句话，他每次吐这句话，我心里面在说是吗？我都会有这种疑问，你知道他会吐哪句话呢？他会告诉你真理就是越辩越明。我心里想说，是吗？请问一下，一池水，当你在辩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把那池水的沙啊、一些灰尘都会搅起来？你确定你这样拉完之后有越辩越明吗？你看到的会是什么？你看到的就是情绪。对，相信这边的人就会赞同这边的人，然后就会想骂这边的人。那这边的赞同这边的人就会觉得这边的人讲的好，就会想骂那边的人，然后就会变成两群人对骂。但是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你有没有说服他？没有。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想说，我们试着让一个人接受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到后面，通常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犯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就是你这样不对哦，你这错咯。我相信各位应该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今天在跟对方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想说，你这样不对啦，你这样不好啦，什么什么，你这样错了啦，这样不是这样啦，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想法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你有想过吗？对，那只是因为你以前做过，你以前是这样做，所以你就会认定他做的是错的嘛？你确定他没有思考过？你确定？对，所以我们常常会深陷这样的误区就会拿我们的经验，然后会去告诉大家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好，那我觉得对错这件事情，它是属于比较决定性的用词。当你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听到的人就会不舒服，他就会真心不舒服。对，那他表面上会跟你表面上可能会，或许因为你的职位比较高，或许会因为你的权力比较大，或许是你什么东西比他好或干嘛，他可能表面上会跟你但实际上心里面不知道已经骂你骂了1万次。
你什么东西你来教我这个东西？你是很会是不是？很会你自己来啊。通常你收到的不会是正向的效果，你会收到反效果的情况会比较多。当然，如果说今天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那学生的话基本上他不会像成年服务员一样，比如说你今天跟小狼，或你今天跟所谓的童军来说，你今天用这样的方法，可能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是童军，他们会接受服务员的，必须要接受服务员的一些指令或指示，因为童军有告诉我们要服从嘛，对不对？对，服从，对不对？12条规律里面有这一条嘛，对不对？好，那他们会服从，但问题是他的服从是真心诚意的服从呢，还是只是形式上的表面上的服从而已？对，你要的是表面上的服从，还是你要的就是所谓的他心悦诚服？好，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和他人争辩没有任何的好处。那我曾经看过我有另外一个同事，他也曾经跟我分享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以前工作的环境里面曾经有一位同事绝顶聪明，能力超好，几乎他说的一些东西或他做的一些决定，基本上都很正确。我们事后来看都很正确，但是在那当下，他的那个同事，他都会用那种很不屑的语气，会告诉你说：“哎，你这错了啦，你这样不对啦，我跟你说啦，那样才对。来，你看哦，你看我的很棒哦，你看我的怎么样，不错吧？很棒吧？”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想办法去说服别人。要不然就是说你那个不行，那个烂死了，你应该要怎样的，你怎么会这样做事情呢？什么的，就是他常常会在学校里面，就是会批评学校很多的事。那听到的人一开始会觉得哇，这大炮也好敢讲，对，很棒，大炮，我们老师界就需要有这样的大炮，对，因为有时候老师们毕竟会对行政会不满意嘛。然后他可能就会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大炮帮我们发声什么的，发个1次，发个2次 ，OK。但是你就会发现他怎么一天到晚都在抱怨，怎么一天到晚有这么多不开心的事啊？然后听久了之后，你就觉得我很累，他每天就是在针对这些事情，然后 no，对，然后到后面你就会发现行政端。对他的那个同事的就是他的那个同事学校里面的行政端，他又要站起来讲话，好来啊，好讲完了，好，就这样子啊，不会有任何积极的建树，因为他脑袋里面想的是我要如何的说服你听我的，然后他会用各种方式，然后让你知道你是错的，我是对的，然后你要听我的。可是当你辩论辩赢了，你确定你真的赢了吗？你确定他真的会乖乖听你说的来做吗？你只是辩论辩赢了，但问题是，实际上的发展方向会顺着你的意愿来做吗？其实这是一个还蛮大的问号。OK， 好，那再来最后一个，他的人性的第4个理论，他提到了，就是我们人呢会有一种总是会喜欢上对自己有好感的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现在比较常见的所谓的同温层理论。这种比较常在什么时候看见呢？各位应该都知道，候选人的造势场合，台下，不管是自己愿意来的，还是政党动员来的，你就会发现大家在那边喊几万人在那边喊动算台上的候选人很爽，在那边动算很激昂这种能不能多办几场可以啊，你要办10场就办10场。但问题是，你经历完10场之后，你就一定当选吗？不一定嘛？为什么？因为你听到的声音总是这些支持你或喜欢你或崇拜你的这些声音，那些对你有意见的呢？那些不喜欢你的呢？还有那些对你的一些想法做法有疑虑的人呢？你有听到这些声音吗？你没有听到啊。那当你在这种地方久了，因为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因为这是人性，我必须说，他这边提到的就是人性。
谁会去喜欢跟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我也不喜欢跟那个讨厌我的人在一起啊，对不对？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去一天到晚跟一个一天到晚在你旁边一天到晚骂你的人坐在一起啊。我相信没有人喜欢。但是如果你长期身处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你可能就会慢慢的就会自以为是，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大头症。你可能真的会觉得，真的自己是个咖，真的自己很了不起。你可能真的会真的觉得自己，自己还蛮像回事，蛮是个人物。但是等你离开了这个同温层，等你离开了这个圈圈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什么都不是。就这样子。好，那这4个呢，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人性有这4个很重要的一些观点。那有些很冷酷、很残酷，但有些很贴心。那不管是冷酷也好，残酷也好，这些呢，其实都可以作为我们在跟人相处、跟人沟通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假设我们了解每个人都是关心自己的，当我们了解每个人他在做人处事方面都会相信自己的做法、看法都会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在进行跟人沟通交流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比较正确的思维跟想法，我们就会采取比较正确的方式，然后跟所谓的服务员也好，跟所谓的童军也好，跟所谓的小狼也好，我们就会采取比较正确的方式，然后来跟他们进行所谓的沟通交流，然后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或目的。好，那只要我们能够掌握这个人性的这几个观点，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沟通的方法，有哪些方法是可以运用的？好，那我这边一般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那个肢体语言我们就不说了。那我们用言语沟通来讲的话，我们有几个比较明确的方式，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参考。好，就是当我们在跟对方进行沟通或商讨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清楚而且具体的表达，然后还要聚焦在问题的核心上。好，这是很重要的。我今天来是跟你讨论，我不是跟你聊天的。聊天当然是天南地北都可以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讨论，我们团集会要怎么进行？我们那个下次办的联团活动该怎么样进行？我们期末的聚餐我们要怎么来处理？那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的，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讨论这个。好，那我们就不要再去提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原则上目标就是这个。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有明确的目标，你在跟人家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今天来跟你讨论，讨论要花时间的，你以为对方跟你一样很有时间吗？对不对？大家都有工作，都说大家都有家庭要顾，好吧？时间有限，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把握时间，然后直接聚焦问题？好，这个是最直接的。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言简意赅。那言简意赅的重点就是说话不要太碎嘴，也就是说直接讲到问题的核心，然后直接讲就好。既然都来开会了，就不要再绕来绕去。你就会发现，通常我们华人在开会最不应该，但是也最好笑的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什么我们最喜欢开会，我们华人社会最爱开会。每一次呢，会议，然后每次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又行不通，行不通之后又开会，又不议，又不决，又不行，又行不通，然后不断的无限循环，无限的恶性循环。对，就是这样。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花了一大堆时间开会，但问题是你没有讲到问题的核心，然后你没有确实的针对东西来解决问题，然后绕了一大堆，然后最后没有解决问题，你都是在浪费时间。好啦，那第三个技巧，第三个重点，重点就是当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真诚，然后不要说谎。
嘿，这个时候呢，就会让我想到我们的那个幼童军规律，不说谎话。对，但是你就会发现，我们大人哦，常常会说什么善意的谎言，那接下来就有人会说，善意的谎言它还是谎言啊，只是它是善意的吗？哦，好啦好啦，重点其实我要讲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其实跟别人谈话，不管是关系近的或关系远的，好、大人小孩，其实我后来我发现，其实真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好就直接说不好，不对就直接说不对。那可以改进就说可以直接改进，直接说就好，直说，但是是真诚的说啊，不要欺骗，不需要去帮他美化，不需要去帮他装饰，对，就直接讲，你这样，我们这样做真的不好啊，或者说，我这样做真的有问题，对，那我希望，可不可以来帮我一下，可以改进我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一起来改变，然后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就是你去真诚的面对，真诚的沟通，好，真诚这两个字，其实是在沟通技巧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不要想用一些花言巧语，你也不要想要用一些语言的艺术，当然。会讲话跟不会讲话的人得到的结果会不一样，但是你太会讲话，你扭曲了事情的真相，这样就不行了。你可以用一些很美好的词句，可以去修饰你的原意，但是呢，请不要去扭曲，不要去扭曲事实。好，那只要你讲话能够做到这样，那原则上就是真诚。好，当你是一个真诚的人的时候，别人就会愿意听你说。好，接下来进入到第4个问题。好，那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你知道吗？有时候开会就是很枯燥，就像你们现在听我讲这些东西，你们有的人可能就是会睡着。OK， 好，那这时候就是可能就要有一些适时的一些幽默感，或适时的冷笑话就要出来。对，就会突然可以来突然这个时候突然幽默一下，搞个谐音梗，搞个人梗，然后大家就会突然会停住，然后大家就会很爆笑的，对，他就会这个时候那个气氛可能就会比较缓解，本来可能或许很紧张的气氛，然后大家可以缓解，然后大家可以因为你的因为你的适时的幽默感，然后大家就可以得到玩的一笑。那你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影片哦，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讲，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听说什么高情商的艺人有没有？哦，什么黄渤有没有？其实有时候我那时候有上去看着他有一些在那种大场合被人家调侃，然后可以回怼人家的那个，我说哇，这好厉害，真心无法。对对对，又不会让人家觉得没风度，然后又给别人台阶下，然后又捅了自己，这真的是还蛮厉害。所以有一些适时的幽默感，一些机智的回答或问答，其实在沟通的场合里面，其实也是蛮必要的。当然，这种东西不是一秀可及，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听了什么课之后，我就突然变得很幽默，不可能，不可能。哦，人的幽默感或人的这种有智慧的回答，那个是必须要经过累积的。你可能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你可能要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然后你可能就是到了这个点上，你就会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说什么样的话。这个东西是需要累积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努力的往这个方向前进的话，那我们在跟别人讨论事情，当我们在跟别人沟通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好，就比较不会有针锋相对的情况。好，那再来的话，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有一项比较特别的能力，比较少被培养到，聆听的技巧。那通常这个部分呢，那个当所谓的心理师或辅导师，他比较容易做得到，因为那是他的工作一部分，所以他会被训练到，他懂得如何去聆听。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心理师，我们不是心理治疗师，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专业。但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你要知道，当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其实聆听这件事情，如果你做得好，其实往往
可以达到沟通的最佳效果。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哦，我有一个朋友，我朋友又出现了，那个朋友他也是在教育学，他在当校长，然后呢，有一次就是有那个家长啊，就气冲冲的就跑来学校，你们学校那个怎样啦？哦，那个机车为什么不让我们停啊？为什么？那明明就是没有红线啊，为什么不让我们停？我只是在那边放个小孩而已，为什么不让我们停？啪啪，一进到校长室就劈头大骂。就我那个朋友，他也很有趣，他就这样，家长来骂人嘛，一般正常人反应，你们觉得会是什么？你如果是校长，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一定就是急着要解释嘛，没有，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其实是怎样。但是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在盛怒之下，他会听得进去你的解释吗？好啦，我们今天不要回到这个我们回到那个夫妻两个相处之道好了。对，当你老婆在盛怒的时候，你讲的理由他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绝对听不进去。你解释再多，他都听不进去的原因就是他在盛怒之下。所以我这个同学呢也很有趣，他就所以家长没关系，来，先进来坐。然后接下来那个家长就很好玩说，我不要进去坐了，为什么进去坐？我这边讲完就走了。哇，不要这么气嘛，来，进来坐。然后就把他拖到那个校长室。那校长室你也知道，就会有沙发什么桌子。然后家长一坐下去，就继续噼啪，继续骂。好，那我这个同学也很有趣，他就是就默默的走到那个咖啡机旁边，说你没来杯咖啡不？要不要来杯咖啡啊？他说不要了，我讲完就走了啦，我说然后就继续骂。他这个时候校长也没理他，就是就真的去帮他靠了一杯咖啡过来。咖啡底下你找他讲我听你讲。这个时候呢，校长呢就坐在他的旁边，校长也没有坐他对面，他就是直接帮他坐他旁边。然后你就会发现，他还是继续在骂，可是呢，你就会发现那个骂的力道不太一样，开始软咯，就是他还是继续念，但是已经变成从骂变成刀念。对，然后那个OK， 好，那所以现在你现在是想要什么？没有啦，我现在没有想讲什么啦，我现在只是干嘛就继续讲。好，那这个家长你还有没有要吃东西？我说我早上就是这样子啊，一大早来这边我要去吃早餐，结果这个时候讲得我一肚子气，什么，然后没有吃早餐，真是来，我这边有一些东西我有一些太阳饼被夹紧，我就这样拿过去。这个时候家长也很有趣哦，然后就饼就拿起来，然后就开始吃，然后讲到后来也很有趣他就说DJ 好听没歹，我跟你讲我没有看过这个校长都会愿意听我们这些家长讲话的啦，很有耐心听我这样讲我跟你说啦，其实这个事也没什么啦，以后你们只要怎样就好。不气嘞，就不气了，对，就这样完全不生气，对，然后后来就还蛮开心的离开了校长室，对，因为我之前听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吓一跳，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学校就很像。就是那种很怕家长或者说邻居或者是附近的居民会反映很多事情到学校来。那我们通常我们接收到的训练跟教育就是要立即赶快处理。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在这种处理这种沟通的过程之中，我们就是很容易会踩到一个就是急于解释的这个误区啊，就是很容易就会我急着要解释，然后当我急着解释的时候，对方也没有很想听，但是我又很急的要解释。对方又很不想听，然后两边的情绪就会上来，然后就会变成本来可能是一个没什么事情可以好好沟通的事，然后就变成两造在吵架。对，但是我这个同学很有趣，就是巧妙的运用了所谓的太极拳的当对手化解他的那个，然后让他不要这么气，然后慢慢的用时间换取空间，对，空间换取时间。食物换取喜怒，就这样。后来就慢慢的就让这件事情平息了。然后后来我就问我这个同学啊，我这个朋友嘛，他就说，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子的，他需要一个地方宣泄他的情绪，那你就让他宣泄完。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
好，再好好的跟他讨论，然后也顺便帮他整理一下他的想法。对，整理完之后，给他一些你这边可以做到的承诺，基本上他就会快快乐乐离开。我就原来还可以这样。对，但是我们人常常往往都是说会急于去解释，但有些时候真心就是也不太需要急于去解释。对，那原则上就是只要其实他有的时候对方他来跟你算是吵架或争论，他可能只是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而已。你只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不要被受到伤害就可以。还有记得脸皮厚一点，就这样子。对，这是一个我听到一个还算蛮不错的一个经验，然后他也在告诉我们聆听的重要性。对，聆听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好，那聆听一种聆听的方法有几个小小的方法，然后可以帮助大家，尤其是大家在讨论团务的时候，或者是尤其在大家比如说在合作，然后在处理团集会的过程，甚至于就是跟其他的团，然后来合作来完成一件活动的时候，那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些所谓沟通的一些小小的技巧跟方式。好，那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让他觉得你很有兴趣，针对他的话题，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你要表现出充分的兴趣。就是 OK， 他讲的东西，你觉得还不错，然后你的眼神一直在注视着他，你在跟他很认真在听他说。那我现在讲到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的一些，不要说小技巧了，因为毕竟回到我刚刚题目一开始的重点，就是真诚是沟通唯一的答案，你必须要表现出你的真诚。对，不过如果你今天如果要跟我讲说，那我们可以演一下我的真诚吗？当然了，你们演得像当然是 OK，但是问题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说，真心的去听对方说，或真心的说给对方听，这个会是最好的方式。我还是必须要说了，真诚这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在那个交流的过程之中，好，你要表现出对他有充分的兴趣，对他的话题，对他的意见，你要有充分的兴趣。再来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像有些人在跟你谈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讲话没有重点，这边一句那边一句，这边一句那边一句，你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的脑袋就要帮他整理。你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说，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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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就会说，哦，对啊，是这样，没错啊。这个时候对方就会觉得，你有认真在听我说他就会觉得，哇，你有在尊重他，你有认真在听他说。那帮他整理重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整理完之后，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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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不对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刚刚的意思是，还可以帮他价值澄清一下。也可以帮自己价值澄清一下，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因为有些人讲话真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过，就是那个讲话夹七夹八的，然后这边一句那边一句，然后你也不知道他重点在哪里，然后你的工作就是去把他话都捡起来，你是不是这样？不是哪一个不是？就是这样。对，那你做完之后，他会觉得，你有认真在听我说嘞，哇，跟你讲话很舒服啊，哇，真的，对。这个时候，当他觉得你很认真在听的时候，或你对他的话很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做出比较善意的回应，或甚至一些建议。对，这个时候呢，就会达到一个比较良性的沟通。再来一个部分就是同理心。那同理心这个最经典的沟通，各位还记得有念过中国历史就会知道晋惠帝。大家都知道晋惠帝这个皇帝嘛，对，何不食肉糜呢？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这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同理心的典范嘛。大家都清楚是这样，因为他没有同理心，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没饭吃，那不吃，那为什么不去吃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两个观点完全不同的时候，那我坚持我的，你坚持你的，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在这2兆之间达成一定的共识，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所谓的换位思考。嘿，同理心的概念就是换位思考的意思，就是 OK， 今天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好，今天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哎，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换位思考。哎，当我们懂得换位思考的时候，好，那基本上我们做出来的一些想法或做出来的一些决定，就会比较符合2兆人的想法跟意见。啊，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要懂得如何去换位思考。OK，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之中，我们在跟对方在谈话的过程之中，尽可能的就是让他多说一点。如果你今天想要达到一个良性的沟通，就是我们尽可能就是让他多说一点，让他充分表述完。OK， 我们再说。OK， 那也不要急着去帮他说的话下任何的评断或结论，就是让他说。你的工作就一个，就是聆听。第二个工作就是帮他整理。对，聆听跟整理。好，整理完之后，接下来他该讲的讲完了，接下来再提出你的想法。对，你不要都不提出，就让他一直讲。如果今天都是他一直讲，那基本上你都没有讲半句话，这也不是沟通。沟通的重点是双方能够交流，并且能够表达彼此的意见，而且都能够理解彼此的想法，然后最后然后做出2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的决定。OK， 好，这就是沟通。所以基本上一定要有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个人会比较建议是让他充分表述完之后，这样他才能够听得进去你的，不要他每次讲到一半你就急着要把自己的东西丢出去，然后让他接受你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你要懂得换位思考，从他的角度出发，你会不会有跟他一样的想法？如果不会，到最后他讲完的时候，你跟他说：“哎，如果我是你，我觉得我应该会怎样怎样。”好，他才会去换位思考。OK， 好，那这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小小的方法。好，一些小小的方法。那还有一些就是，当对方提出意见的时候，那原则上我们会给予一些回馈。那这些回馈呢，可能就是对方能够理解啊，那大概可以保持一些比较客观的角度啊这些的。好，那就是回馈的部分。那回馈的部分基本上也不要有任何的情绪。好，因为时间也快到了。好，那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刚刚讲的都是所谓的在沟通的过程之中。你必须要有的一些基本的态度。那我现在最后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最后的重点就是，不要在你情绪高涨，不要在你很盛怒的时候，做出任何愚蠢的决定。因为当人在生气的时候，剩下的理性可能连30%都不到，你的70%，超过70%都是情绪。所以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出任何正确的决定的。所以千万不要在你生气的时候，或在你盛怒的时候，当你失去理智的时候，做出任何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很可能会影响你们2边之间的关系。各位要知道，镜子破了，你要把它拼回去，可以，但是拼回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面会有很多条的裂痕，那些裂痕就是你当初盛怒之下造成的伤害。所以千万在你盛怒的时候，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如果可以离开那个环境，如果可以讨论别的事情，不要再聚焦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当你很生气的时候，真的不适合做任何的沟通。对，所以当你发现，这件事情2边已经讨论到都有情绪了，情绪上来了，对方开始没有失去理智了，你也差不多会嘛起来，西尊。好，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讨论下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停下来，我们去上个厕所，我们去吃个东西，我去洗个脸啊，离开那个场合。
10分钟、2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都没有关系，就是离开那个地方，让这个地方不要再有这种东西。好，想清楚了，情绪沉淀了，好，再回来继续谈。那我相信那个情况会比你继续弄下去好很多。对，就是当我们在进行这种所谓沟通的时候，好，那我们可能就是当我们遇到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况，那我们适时的避开情绪，然后事后再回头再来讨论。那我相信最后得到的结果会比较好，也比较有理性。好，那今天的课程内容呢，只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人性有这4个重点，那只要我们能够掌握这4个重点，然后当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当我们在跟别人讨论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的态度好，我们的言语，然后就会被对方接受，因为我们深知人性是如此，所以我们就会做出比较正确的决定，然后让对方可以接受，我们也可以接受对方的观点。那我们无论在从事同军活动上，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结果，而不会是我们一天到晚明明同军运动是这么好的运动，然后但是呢，这些伙伴都很优秀，这些伙伴都很能干，这些伙伴的影响力都很大，可是呢，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沟通不良也好，意气之争也好，产生裂痕，产生分割，然后让这个组织里面的气氛不和谐，然后让这些人从事活动的时候，然后有一些疙瘩，有一些芥蒂。那我相信这个不会是童军界希望看到的事。那我今天只是提出了这一点点，小小的一点点，我时间真的用很多了，不好意思，真心不好意思。但是我真心渴望，真心希望我们的童军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是一个大家开心可以合作的一个大家庭，大家彼此看到都可以开心的打个招呼，开心的一起共事，不要带着情绪，不要带着一些义气，不要带着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不要执着于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跟别人，然后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意气之争，或者是在发展童军的路上有一些好的影响。这个绝对不会是我们贝登堡先生当年在创作童军运动的时候他所乐见的。他所乐见的是一群合作的服务员，然后带领的青少年，然后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是看到你们这些所谓的领航员，然后自己在那边吵架，然后吵着吵着，然后船就撞冰山了。我相信这个不是贝登堡想看到的啦。对，那我知道我人为言轻啦。但是我也希望说，各位服务员，就是当你们在跟自己团内的服务员相处也好，或当自己跟自己的童军、跟自己的幼童军相处也好，或是跟别团的人相处也好，都能够理解，然后都能够理解人性的弱点，都能够理解人性的喜好，然后来一起推动这项运动，让这项运动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好，以上是我的课程，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亚兰喽。其实我还有一个故事要讲，后来想想算了。你还有故事要讲哈？没有，有几分钟？这个没有，那个又是我有一个朋友，又是一个朋友是吗？好，那没关系啦，这样子好了，我们就先来拍个照合影一下，就是那个有兴趣留下来的，待会留下来继续看亚兰有没有继续听，如果想听的人，大家再提出好。讲太久了，女儿都拿宵夜给我吃了，爸你不要再喷了，口水够多了。你说女儿已经出现在旁边了是吗？好哦，那我们谢谢亚兰，我们先来大家来合影一下哦，可爱的动作又出现了。好，都在了吗？哦，好，3，哦，等一下哦，OK，3、2、1，接着，好，等一下哦，3，好，等一下，可以，好哦，谢谢各位。
谢谢观赏被学院讲座，请记得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